大家好，又过了好多天，因为最近事情真的非常多，然后加上前一阵子又是一直在下雨，所以很多因素导致上片比较慢，或者隔了很久才会有机会拍片。这一点就请大家见谅一下。那这两天天气应该稍微有点趋缓了，算出太阳的时间算比较多，所以今天就趁着机会把车门全部都打开，通通风，把里面的水汽吹一吹蒸发掉。那上一篇有谈到就是积水的问题，然后很庆幸的，我那天紧急处理完以后，我有看一滴水都没有，都是蚂蚁，所以后灯那个还是要做处理一下。如果会积水的话，我顺便讲一下，如果你是有尾巴的，就是有后行李箱的4门车款的话，有的时候会因为可能你的有装尾翼或干什么，上面只要有孔也会导致漏水。像前一阵子什么拿Toyota拿来车不是会漏水，说这什么条会漏水，一样的道理，就是有洞的地方，如果你发现你车里面湿气比较重，你可能就要开始去注意说你车上到底是哪里会有渗水的状况。一般来说，有天窗的车型的话，多半都是 A 柱、C 柱，它那个排水孔多半都跑这几个方向，那边堵住，导致你水从天窗进去以后，它排不出来，就往里面流。那这个我就不细聊了。一般车型的话，会漏水，要么就是车门。你车门因为雨打到玻璃窗以后，它会从水签里面渗进去。其实门下面都有排水洞，那个排水洞如果因为可能我们车停外面的话，水进去嘛，它可能有树叶啊，有脏东西啊，很多东西跟着进去的话，下面这边下巴有没有看到？这边都会有这种排水孔。你如果车长体外面脏污啊，或者说有人帮你弄小广告就掉进去，这个如果堵住的话，有的时候也会导致水渗进去。虽然它这个孔很低，但是如果你的水像这边都有很多地方有洞，其实车里面很多地方有洞，然后门板打开以后，这边有一个我们俗称的一个我们是叫雨衣啊，它是一块塑胶布，然后如果你这边堵住的话，里面水位就会升高。水位升高以后，如果你的里面那件雨衣的状况也不是很好的话，它会从雨衣的下的缝再漏出来。如果雨衣的缝开始漏的话，它可能就直接是漏到你的那个后钉，就会直接漏到这上面来，就漏到这边。所以说车子会漏水的地方是蛮多的，要注意的地方一时半刻也不是那么的讲得很清楚啦。像如果你车子这个气密条、防水条不是很好，下雨它可能水会从里面渗进来，就直接进来。如果这一条又不好的话，多半都是种种因素造成的啊。所以说漏水这个东西，基本上4个车门，你先观察你车里面的湿气，如果湿气很重，你就要开始去注意了，然后找到大概是哪里的漏水的几率比较大。一般来就是后灯嘛，然后后车厢，天窗的话就是它的那个排水条、排水管道堵住，然后水从天窗往里面流进去，然后4个车门的
底部的排水孔要注意，还有，但是门板这个一般人不是这么好拆，所以这个我也不知道怎么跟各位讲。反正就是可能尽量去注意说，如果车内感觉湿气特别重，你就要去注意说到底是哪里，可以观察地毯，看地毯啊，你看像这个的话就是下雨嘛，漏，然后这样稍微积，所以又要加上我车子又很少开，所以要找时间给它通风，把水汽带一带。漏水，挡火墙这边也有可能，因为这个盖子下面是雨刷的联动杆，然后雨刷联动杆，小瓜牛，雨刷联动杆，它下面会有洞。像如果常停树下的话，脏污啊、沙子啊都会，像这边很多。像这一块，其实最容易生锈的地方在这边，前叶子板的这一块，因为这边的缝很大，你脏污啊什么东西都往这边掉，往这边掉下去以后，像没有天窗的车型，它水也是往这边下来，然后在车身结构上，这下面我们在顶高的地方看不到，我们在顶高的地方那边会有它的板件里面那边会有预留孔，那边就是在排水的。但是如果你排水那边这边堵住的话，那边就会很潮湿，会积水，潮湿久了就会生锈啊。如果你的叶子板又不是原厂的话，因为你如果换过的话，可能它的镀锌层比较没那么好，所以说。漏水这种东西，可能就是大家要多注意一点，因为每个人什么车型，它可能会漏的地方都不太一样，但是比较共同点的就是前面挡火墙嘛，我刚刚讲的这块盖子，雨刷联动杆下面，如果两边堵得很严重的话，也有几率。然后 A 柱下叶子板里面，前叶子板里面那边也会。然后再来就是后车厢，后车厢的话就是多半都是尾灯那个螺丝孔那边在漏，因为那个刷那个海绵垫片久了它一定会变质啦，然后变质它海绵它又是有那种有洞那种，所以我上次是贴那种有点像布，有点像金属的那种胶带，然后戳一个小洞让它过去，做更好的密闭。所以说我后车厢的漏水是解决了，但是之前那个水汽，我后车厢大概淹了这么高的水，备胎坑里面淹这么高的水，所以车身里面水汽很重。好啦，今天趁天气好，把车里面的空气流通一下。好，今天就到这边了，随便的补一片，希望大家能够见谅，然后希望大家各位行车平安，事事如意，谢谢，拜拜。